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14还有16英寸的 MacBook Pro 下一步会是什么。在今年9月或者10月份的发布会上，我们应该是看不到这两款产品的更新了。目前的消息，苹果是正在开发下一代的14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但是听起来这个更新的时间好像还是遥遥无期，但是还是想和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关于下一代产品的一些情报。首先能够获得确认的就是这些机器将会用上 M2 Pro 和 M2 Max 芯片，新的芯片肯定会给这个机器在性能上带来新的改进，但是在外观设计上就不要指望它有什么更新了，毕竟去年这两款产品才在外观上得到了全新的更新。那苹果一向都是新的外观设计，一般要持续用上好几年，所以在新的一代产品上依然会看到和去年这个产品类似的设计，那就是刘海屏幕，然后在键盘的两边会有个扬声器，然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触控板，屏幕依然大概率会是支持 ProMotion 技术的 Mini LED 的显示屏，以及一个令大家过目不忘的刘海。关于新的芯片，目前还没有特别多的消息，但是根据 Mark Gurman 的报道 ，M2 Max 芯片将提供高达12核的 CPU 和38核的 GPU， 这两项数值会高于现在 M1 Max 的10核 CPU 以及32核的 GPU， 而且 M2 Max 将支持最多高达64GB 的统一内存。关于 M2 Pro 的细节 ，Mark Gurman 并没有在他的报告中分享，但是根据我们的常识来说，它的性能预计会将略低于 M2 Max。还有一些可能的出现的新功能，苹果正在研发 OLED 显示屏。此前是有消息说苹果可能会给新一代的 MacBook Pro 使用上 OLED 显示屏，但是最近的消息表明 ，OLED 技术可能要到2024年才会真正的使用上。那考虑到下一代的 MacBook Pro 大概率是在明年更新，所以看起来他们应该不会用上 OLED 显示屏了。另外还有消息说，苹果也在为 MacBook Pro 开发 Face ID。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那么我相信会吐槽刘海屏的人一定会少了不少。毕竟无论怎么看，这个刘海屏都应该是为 Face ID 而存在的。之前出了刘海屏而没有这个 Face ID 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很多人吐槽了。那希望这一次这个消息可以最终成真吧。那最后再说一下这两款机器可能的推出时间。刚刚已经提到了，两款机器应该是不会在今年和我们见面，所以最大的概率应该是在明年上半年的发布会和我们消费者见面。那如果你问，那我是应该等新的机器，还是就现在购买 M1 Pro Max 呢？我认为买机器肯定是买新不买旧，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购买 MacBook Pro 的话，那我认为你可能并用不到 M1 Pro Max 芯片的性能，这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也并不需要再去等待下一代 MacBook Pro， 可能你更多的会去考虑一下13英寸入门版的 MacBook Pro， 又或者是现在才推出的 M2 的 MacBook Air， 我相信那两款产品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以上就是下一代14和16英寸 MacBook Pro 的一些消息。那我是小天，我一个普通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